2020年7月1日，演员陈学冬发了一条微博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在微博中提到，潜水员在海南太阳湾打捞海洋垃圾时，发现海底有一张巨大的渔网，威胁了海底动物的安全，还附上其他网友的爆料。6月27日，一名女性游客在酒店食用猫眼螺和美人棒，还发视频博取关注，网友们纷纷评论转发。有见识的网友指出，这美人蚌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砗磲。2021年，那名发微博炫耀自己吃了美人蚌的女性游客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，帮他捞捕美人蚌的救生员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而他的上诉在今年也被驳回，维持原判。可能这名女游客也没想到，自己在海边吃了点海鲜，就招来了牢狱之灾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这美人蚌学名叫做砗磲，被分为9个种类，其中6种在我国都有分布。砗磲在贝壳外有4到5条凸起的棱，棱之间的沟壑很像车轮碾出的车辙印，因此得名砗磲。砗磲也被称为贝王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。它有多大呢？一般的砗磲能长到1米以上，重达200公斤，能有好几个成年人重。据说还有人曾把砗磲当成浴缸使用。有人想问，这么大的贝壳会产珍珠吗？如果产了珍珠，能有多大？砗磲还真会产珍珠，而且还产出了世界最大的2颗珍珠，价值上亿。1934年，在菲律宾的巴拉望海湾，一群当地的小孩在海边玩耍，等到他们上岸时，却发现少了一个同伴。村落里的人们急忙下海寻找，最终发现了溺亡海底的男孩，他的脚被砗磲夹住，无法脱离，因此人们只能把他和砗磲一起打捞上岸。人们撬开夹住男孩的砗磲，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颗巨大的不规则形状的珍珠，长24厘米，宽13.97厘米，重量达到12.7斤。据说从不同的角度看，能在这颗珍珠上发现释迦牟尼、孔子、老子的样子，所以被视为佛、道、儒3位一体的圣珠，也被叫做老子之珠。目前它被存放在旧金山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，估计约2300万美元，也就是1.5亿人民币还多。重达12.7斤的老子之珠一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珍珠，直到2016年，一颗巨型珍珠横空出世，重量达到老子之珠的5倍多。2006年的菲律宾，一名渔民和往常一样出海打鱼，没多久，海上的天气突变，刮起大风。渔民见状，马上准备收起船锚回家，却没想到一个巨蚌缠住了他的船锚。眼看风暴将至，渔民只好使出浑身解数，将这个巨蚌也捞上了船。平安回家后，看着这个巨蚌，渔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于是干脆将它塞进了床底，这一塞就是10年。直到渔民的家里失火，在搬家时，这个巨蚌才重见天日。渔民想起还没打开过这个巨蚌，便找来工具撬开贝壳，谁知里面竟有一颗巨大的珍珠。后来根据测量，这颗珍珠长约67厘米，宽约30厘米，重达68斤，一举超过老子之珠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珍珠，价值6.6亿人民币。如今被放在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一间市政大厅里供人参观。而那个巨蚌正是砗磲的一种，被称为巨砗磲，又称库氏砗磲。砗磲曾产出过世界上最大的2颗珍珠，而砗磲本身也是价值不菲。在现代西方，砗磲和珍珠、珊瑚、琥珀一起被誉为4大有机宝石。在佛教中，砗磲被列为佛教7宝之首，因为其纯白的色泽被认为有着纯洁、清净、平等的意蕴，受到众多信徒的追捧。不过，这些砗磲并非活体砗磲，而是砗磲化石，也被称为玉化砗磲，是在海洋的特殊环境下，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和漫长的时光形成的。而活体的砗磲更是生物界的珍宝。活体砗磲生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温暖水域中，从小就生活在珊瑚礁上，随后在漫长的时光中嵌入珊瑚礁中，成为珊瑚礁的一部分，拥有优秀的造礁、固礁、护礁的功能，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庇护所。因为巨大的体型和重量，砗磲只能固定在原地，依靠自身的纤毛抖动，制造一个个小漩涡进行滤食。但水中的浮游生物也是鱼类、珊瑚虫的主要食物，但依靠浮游生物，砗磲连生存都是问题，因此砗磲只得另辟蹊径。在砗磲体内有一层外套膜，上面有着许多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，比如虫黄藻。
砗磲与这些藻类形成了共生关系。白天，砗磲就会打开自己的壳，将外套膜吐出，让藻类获得阳光。藻类也利用光合作用给砗磲提供能量。砗磲的外套膜上还有许多小圈圈，这就是砗磲的眼睛。只不过它的眼睛只能感受到光线的明暗变化。藻类和砗磲的单眼共同塑造了砗磲美丽的外表，所以人们也称呼砗磲为海底美人。砗磲不但产珍珠，自身在宗教、文化、生物上也都具有非凡意义。砗磲如此珍贵，自然免不了被过度开采的命运。从60年代到80年代，世界各地的砗磲产地产量都大大下降。1975年，日本冲绳的砗磲年捕捞量达到了578吨，而12年后产量直接下降了85%。到了90年代，我国境内几乎已经见不到大个体砗磲的存在，砗磲因此被列入了我国保护动物。不过，按照种属不同，还划分保护等级。像那个被海南女游客吃掉还发视频炫耀让她被判刑的美人蚌，就是林砗磲，被分为2级保护动物。而开出巨型珍珠的巨砗磲则是1级保护动物。在国际上，砗磲也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。2019年，韩国的综艺节目《丛林的法则》到泰国南部的一个国家海洋公园中拍摄。23岁的韩国女明星李烈茵在海底发现了3个砗磲，并和节目组人员将之烹饪。节目播出后，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泰国警方直接表示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按照泰国法律，李烈茵将面临5年刑期。然而，离我们一海之隔的日本却不顾全世界的反对，将这种珍贵的生物端上了餐桌，并掩耳盗铃地宣称砗磲并不生长在日本，他们使用的是巨型蛤蜊。然而，砗磲和蛤蜊虽然看上去相似，但在细节上却有明显的差别。日本人对待海洋的态度一向有目共睹，在全球呼吁保护海豚的时候，日本就反其道而行之，大肆捕杀海豚。在日本的太极湾，每年都会举行杀海豚节。从每年9月开始后的6个月，日本人能够捕杀2万头以上的海豚。面对国际谴责，日本一直以文化传统为由进行反驳，更别说后来日本直接往海里排放核废水的恶行了。而从砗磲生活在珊瑚礁就能看出，它对于生存环境的要求很高，需要良好的水质、有光照、气候温暖等等。人类对于大海的破坏，也让砗磲的生存条件越发恶劣。保护生态环境，保护动植物，也是保护我们自己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